前面咱们介绍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1月25日坠毁了一架波音737-400货机的事情。一些新闻说它是 DHL 货运公司的，而另一些报道说它是来自西班牙 Swift 航空的。那么它究竟是属于哪家公司，其中有何内幕呢？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首先要说的是，立陶宛其实是航空大国。这个国家虽然只有280多万人，但是拥有7家航空公司。立陶宛的航空市场非常的开放，就连非洲的资金都跑到这个国家去投资民航。立陶宛现在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3万美元，经济指标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。因此 DHL 使用波音737货机从德国向这里运货一点也不稀罕。DHL 有时被译作为敦豪，很多中国人向国外寄送物品时都会使用它。它的速度快，服务好，价格也算是公道。DHL 非常的国际化，业务遍布全球，但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公司呢？其实 DHL 最早是美国公司，只不过现在被德国邮政所收购，所以如果一定要问国籍的话，它应该是德国公司。经济强国都有领先的物流公司，美国有 UPS 和联邦快递，德国则有 DHL。 但是 DHL 与 UPS 和联邦快递的战略方针不一样，它的货运机队采取了外包的方式，也就是说它并不像 UPS 和联邦快递那样大量的自购飞机，所以 DHL 在全球范围内货机型号和涂装五花八门，比如这个还有这个。现在全球货机最多的是联邦快递，有473架，第二是 UPS， 有291架。那 DHL 有多少架呢？如果把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算上的话， DHL 现有213架货机，包括波音747-8，包括波音777-200货机，包括 ATR-72 货机，也包括空客 A330-200货机和 A330-300货机。但是这其中很多都不是他自己的。DHL 货运在全球有10几个合作伙伴，甚至连委内瑞拉也有公司。他们的合作方式是 DHL 负责揽货，航空公司负责飞行。通俗的说就是外包。外包的方式很灵活，货多的时候就多找一些合作伙伴，货少的时候就让外包伙伴闲着，自己没有损失。而且由于各国政策不一样，外包还可以减少法律风险，以便畅通的进入所在国市场。亚马逊通过这种方式，现在货运量比 UPS 还要大，但它实际上没有多少飞机，大部分都外包了。外包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，有些外包伙伴不见得有实力引进飞机。针对这种情况， DHL 有时也会先买飞机，然后交给这些公司去飞，或者干脆出钱将合作伙伴的飞机买下来，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租金成本。总之，货运合作是非常的灵活，只要双方满意就行。那么这次坠毁的波音737-400货机的所有权就很好解释了。这本来是一架西班牙 Swift Air 的货机，但是资料显示已经被 DHL 买下了。买下之后仍然由 Swift Air 飞行，但不幸的是这次它出事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